我在大学学的是石油化工专业，所以对石油、天然气、新能源这些领域有些了解。看新闻和热点时，跟普通人的角度不太一样。进入社会后，我开始接触真实的世界，到处飞，到处跑，看世界的眼光又有了变化。比如3年前我接触基金和投资时，我的认知一次次被刷新。拿挪威和沙特这2个国家来说，他们都是石油大国，人口少，钱多，用富的流油来形容再贴切不过。但别以为他们是人傻钱多的土财主，他们的智商绝对能排进全球前10。或者换句话说，这些小国家发财后，智商迅速提升，直接送上了高点。比如他们暴富后，都开始搞主权财富基金。所谓主权财富基金，就是国家设立的投资基金，到全球各地投资，收割财富，最后分给本国人民。如果你去查一下，就会发现挪威的主权基金主要持有美股科技股，比如苹果、微软、Google、亚马逊、英伟达、特斯拉这些，感觉有点像纳斯达克指数。他们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有投资，整体收益很不错，过去10年的年化收益率接近 10%， 能跟巴菲特媲美。要知道，他们的主权基金规模有 1.5 万亿美元，是全球最大的，可挪威人口只有500多万，相当于每个挪威人拥有30万美元的理财，年化收益 10%， 还是国家帮他们打理。沙特更厉害，除了投资科技公司和房地产，他们还会买球队这种昂贵的大玩具。但千万别觉得他们是钱多人傻，越贵的投资回报率往往越高。最后你会发现，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，钱多了之后一定会变聪明，眼光也会变得独特。一个人只要有了钱，脑子就会变灵活，哪怕是中彩券得来的也一样。比如我们村有个土老板，只读过小学，但在过去20年赚了大钱。他把2个孩子分别送到美国和加拿大，从国中就早早规划，读的是那种联合办学的国际学校。当然这种规划花销不小，每个孩子至少得准备500万到1000万元。他的目标很简单，第一是让孩子不用大学入学考，从小到大没学习压力；第二是让孩子将来拿到发达国家的绿卡或国籍。在大家眼里，他就是个暴发户，买豪车、包二奶这些他都做过，但一到子女教育，他就一点不糊涂。为什么不糊涂？因为跟圈子里的有钱人想法差不多，他自然也跟着学。而村里的穷人呢？今天骂美国，明天骂日本，后天就骂孩子怎么不争气。最后你会发现，人傻钱多这种事几乎不存在。钱多了，人自然会变聪明。金钱就像个开支的工具，哪怕再土的人，有了钱也会被金钱拖起来，推上智慧的高台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